1972年4月28日，长沙东郊，一具在地下躺了2100年的尸体被从内棺里抬了出来。在场的医生伸手按下去，皮肤凹陷，手一松，皮肤弹了回来。这不是形容词，这是写进解剖报告里的触诊结果。皮下软组织仍有弹性，四肢关节可以活动，手指能够弯折，眼睫毛还在，鼻毛还在，左耳的骨膜完整，10根手指与10根脚趾的指纹清晰到可以直接取印。更夸张的是后面那一步，为了避免遗体在空气中崩解，工作人员决定往血管里注射防腐液，针扎进去，液体推进去，血管鼓了起来，整套循环系统在2100年之后还是通的。在此之前，全世界对古尸的想象只有2种，一种是埃及那样的干尸，水分抽干，内脏掏空，亚麻布层层缠绕，摸起来像木头；另一种是泥炭沼泽里泡出来的柔尸，皮肤变成深褐色的皮革，整个人干瘪塌陷。马王堆这一具2种都不是，他全身湿润，体表没有糜烂，上臂与大腿的软组织甚至还算饱满。国际上后来为这一类遗体单独开了一个分类，叫尸尸，它是这个分类的标准样本，也是至今保存状态最好的一具。开棺现场其实非常紧张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具尸体从封闭状态被拉进空气里的那一刻，计时就开始了。同一座墓里有一件盛注汤的器物，汤面上还浮着切好的藕片，纹理清楚。器物端出来，稍微晃动之后，藕片很快就散掉了。一件在地下泡了2000多年的植物组织，在地面上撑不过几分钟。这件事当场给所有人上了一课。这座墓不是保存了东西，是冻结了时间，而时间一接上就会补回来。其实从挖防空洞那天起，征兆就出现了。施工的士兵往下挖，挖到一定深度，钻头附近开始冒出气体，拿火一点就烧起来，这在当地被叫做火洞子。气体会积在下面，代表这个空间是封闭的，代表有机物在里面缺氧，分解了很长时间，代表2000年来这里几乎没有跟外界交换过空气。考古队看到这个现象就知道，下面的东西可能非同小可。一座墓能不能保住里面的东西，第一个指标从来不是墓有多大，陪葬多豪华，而是它有没有漏气。马王堆1号墓在被挖穿之前是不漏的。这具遗体的主人叫辛追，他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。利苍受封代侯，他的身份是代侯夫人。他去世的时间在西元前168年之后几年，年龄大约50岁。出土时实测，身高154公分，体重34.3公斤。这个体重不是他生前的体重，是脱水缩小之后的数字，推估他活住的时候大约50公斤。血型 A 型，这是从他血管里残留的凝固血块验出来的。一个活在西汉初年的女人，我们现在知道她的身高、体重、血型，生过什么病，最后一餐吃了什么，死前几小时在做什么，这在考古学上是不正常的资讯密度。绝大多数汉代墓主，我们连名字都凑不齐，而这里有一个很少被强调，却最能说明问题的对照组。马王堆不是只有一座墓，是3座，同一个家族。1号墓是辛追，2号墓是她的丈夫利苍，3号墓是他们的儿子。3座墓的年代相近，地点相邻，等级相当，建墓的很可能是同一批工匠，用的是同一套规矩。结果呢，2号墓早年被盗掘过，封闭结构被破坏，墓主只剩下零星的残骨。3号墓没有被盗，随葬品保存得很好，还出土了大批帛书与帛画，但墓主本人只剩下骨架，软组织全部消失。同一个家族，同一片土地，同一种工法，3座墓，只有1座把人保住了。这个对照组把话讲得很明白，能不能保住尸体不是规格问题，是密封有没有做满，有没有被破坏的问题，而中间的容错空间小到接近没有。墓在长沙东郊的马王堆，1971年12月，当地驻军在这片土堆下面挖防空洞，挖到一半冒出可以点燃的气体。1972年1月，考古队进场，挖下去才发现，这不是天然土丘，是一座封土堆。从封土顶端量到墓室底部，垂直距离20公尺，等于把一栋6、7层楼高的建筑整个埋进地下。
最底层才是棺椁。墓坑是口大底小的数穴土坑，四壁做成台阶，一级一级往下收，北侧连住一条斜坡墓道。这个规格在汉初属于列侯等级，不是诸侯王的最高规格，但要挖出这么一个坑，在回填夯实，动用的人力与工期都很可观。椁室本身是一整套木结构，最外面是巨大的木椁，椁室分成好几个边箱，用来放随葬品，中央是棺，一共4层，一层套一层，由外而内尺寸递减，最外层是素色黑漆，往内是黑地彩绘、朱地彩绘，最里面一层贴着羽毛与丝织品，遗体放在最内层，身上一层一层裹着衣衾，外面再用丝带横向捆扎固定。光是拆这几层棺，清理随葬品，就花掉考古队大量时间。最内层棺盖上还覆盖着一幅 T 字形的彩绘帛画，画面完整，颜色鲜明，出土时几乎没有褪色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椁室里的边箱塞满了漆器、丝织品、乐器、木俑、竹丝，还有成批的食物与药材，这些东西的保存状态同样惊人。丝织品没有粉化，漆器的漆面还在反光，竹制容器里的谷物、果实、肉食都能辨认种类。一座墓能同时保住有机质的丝、木、漆、食物与人体软组织，代表整个空间的化学环境是稳定的，不是靠某一项材料的特殊效果，是整体环境把所有分解过程都按住了。而真正决定它能不能撑过2000年的，不是那4层棺，是棺椁外面那几层填充材料。棺椁放定之后，工匠先在木椁的四周与顶部铺木炭，这层木炭厚度大约半公尺，总重超过1万斤，换算大约5000公斤。木炭的功能是吸湿，把任何渗进来的水汽先吃掉，让椁室保持干燥。木炭之外再包一层白膏泥，白膏泥是一种颗粒极细的高岭土，颜色白里透青，含水的时候粘性极强，可以像年糕一样捏塑贴合，干燥之后致密到几乎不透水、不透气。这一层厚度超过1公尺，从底部一路裹到顶部，把整个椁室封成一个罐头。白膏泥之上再是一层一层夯实的填土，砸紧之后往上堆，直到形成地面上那座土堆。这套结构做出来的效果，用现代语言讲就是3件事：隔氧、恒温、恒湿。氧气进不去，需要氧气的腐败细菌活不下来，温度被20公尺厚的土层吃掉了，季节波动，常年停在一个稳定的低温区间，湿度被木炭与白膏泥锁死，椁室内不会忽干忽湿。腐败这件事本质上是微生物在工作，而微生物要氧气，要合适的温度，要可以活动的水。这座墓把3个条件同时消掉，分解速率就被压到接近停止。这是纯粹的被动物理设计，没有任何机械，没有任何维护。还有一项因素，争议最大，就是棺液。开棺的时候，内棺底部积着大量液体，遗体整个泡在里面，液体带着红色。后来检测，里面验出硫化汞，也就是朱砂的主要成分，另外还测到乙醇与乙酸。硫化汞有抑菌作用，乙醇本身是消毒剂，乙酸让环境偏酸，酸性环境会压制大部分腐败菌，这3样凑在一起，等于一锅天然的防腐液。问题在于，这锅液体到底是谁做的？一派意见认为是刻意配置的，汉代人确实知道朱砂能防腐，也大量使用。墓中随葬了不少酒与香料，把遗体浸在药酒里下葬，符合当时的丧葬观念与医药认知。另一派意见认为是自然形成的，尸体本身含有大量水分，随葬的酒、食物与漆器会慢慢渗出物质，木棺长期处在潮湿环境也会析出成分，地下水更可能透过缝隙缓慢渗入。2000多年下来，这些东西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混合，反应刚好变成一锅偏酸、低氧、含重金属的液体。换句话说，防腐效果是真的，但这个效果是不是汉代人设计出来的，到今天没有定论。这是整件事最诚实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确认结果，没办法确认意图。而且棺液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功能，跟化学无关，纯粹是物理。尸体整个泡在液体里，等于被隔绝在一个没有空气界面的环境。腐败最快的部位向来是与空气接触的表面，一旦全身浸没，这个界面就消失了。同时，液体会平均分散压力，
避免遗体因为长期受重力挤压而变形塌陷。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四肢轮廓与面部结构还能维持。换句话说，这锅液体同时做了3件事：抑菌、隔氧、支撑，3个效果叠在一起，才有出土时那个状态。回到那支针往血管注射防腐液这个动作，听起来像常规操作，实际上它同时是一次诊断。血管能不能推进液体，取决于3件事：血管壁没有崩解，管腔没有被凝固物完全堵死，周边组织还有弹性，可以容纳液体撑开。这3件事只要坏掉1件，针推不动。当液体顺利进去，血管在皮下鼓起来的那一刻，等于当场宣布这具尸体的软组织不是形似完整，是功能结构还在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幕会被反复提起。它不是猎奇画面，它是整件事最硬的一项证据。遗体出土之后被送去解剖，这在考古史上是少见的决定，因为解剖等于不可逆的破坏。当时的判断是，如果不弄清楚保存机制，不掌握它的实际状态，这具遗体迟早会在地面上坏掉，那样损失更大。解剖由病理学与解剖学专家执行，全程记录。打开之后，第一个结论就很惊人，内脏全都在，心、肺、肝、脾、肾、胃、肠位置正常，形态可以辨认，可以取样做切片。这一点和埃及木乃伊形成最直接的对比。埃及人做木乃伊的第一步就是把内脏掏出来，因为内脏含菌量高、含水量高，是最先腐烂的部位。心椎的内脏一件没少，却也没有烂掉。更关键的是，显微镜下的结果，取下来的组织做成切片之后，还能看得出细胞的轮廓，肌肉纤维有横纹，结缔组织有走向，血管壁分得出层次。一具尸体看起来完整，跟它在显微尺度上还有结构是两回事。很多古尸外观撑得住，内部早就变成一团无法辨识的物质。心椎不是，它的保存不只停在外观，是一路保到了组织层级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具遗体对医学研究的价值远超过一般考古发现，因为可以做的检查项目跟现代病理科能做的几乎是同一份清单。病理检查列出了一长串问题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，血管内壁已经有明显斑块，狭窄程度足以构成猝死风险，多发性胆结石，胆道系统里取出的结石数量不少，直肠与肝脏里验出寄生虫卵，包括鞭虫卵、脑虫卵、血吸虫卵。血吸虫卵这一项特别关键，它说明它长期生活在南方水网地带，接触过受污染的水源。一位列侯夫人吃穿用度都是当时的顶级，体内照样爬满寄生虫。这是汉代生活条件最真实的一片切面，比任何文献描述都直接。最有名的发现在消化道、食道、胃、肠道里，总共找到138粒半甜瓜子。半这个字很重要，那是被牙齿嚼碎的瓜子，代表他真的把甜瓜吃进去了，不是随葬品掉进去的。甜瓜子从入口到推进到肠道需要时间，这个时间在法医学上有经验值，可以据此回推进食与死亡之间的间隔。推算结果是，他在吃下甜瓜之后3到4小时内死亡。甜瓜成熟在夏天，所以连死亡季节都能锁定。再把病理资料叠上去，因果链就出来了。有胆结石的人进食之后容易诱发胆绞痛，那种疼痛极为剧烈，会造成强烈的交感神经反应，而他的冠状动脉已经严重狭窄，经不起这种刺激。目前最被接受的推断是，某个夏天他吃了甜瓜，胆绞痛发作，剧痛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，数小时之内死亡，年约50岁。一场发生在2100多年前的猝死，被还原到小时等级的精度，这是138粒瓜子换来的结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机制讲得这么清楚，为什么现代科学复制不出来？第一个障碍是时间尺度。实验室要做出一个无氧、低温、恒湿、偏酸的环境，技术上不难，冷冻柜加惰性气体就能办到。难的是维持2000年马王堆的密封，不是靠设备，是靠5000公斤木炭、超过1公尺厚的白膏泥、20公尺厚的夯土，靠纯被动的物理结构，中间没有电力，没有补给，没有任何人维护。现代任何一套主动保存系统，2000年内至少要换掉几十代零件，只要有一次停电，一次密封件老化，全部归零。被动系统赢过
主动系统，这在工程上是很反直觉的一件事。第二个障碍是变数太多，而且互相耦合。要复制这具尸体，你得同时复制同样的土壤成分、同样的地下水位、同样的白膏泥矿物比例与含水率、同样的木炭量与碳化程度、同样的下葬季节与当时气温、同样的死亡到入殓的时间差、同样的遗体健康状态、同样的随葬品组合与酒液比例，任何一项偏掉，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。而现实情况是，中国后来出土的汉墓数量庞大，用类似结构、类似规格下葬的贵族一大批，保存成这种状态的只有极少数。同一套做法，成功率极低。这强烈暗示马王堆不是一套可靠工法，而是一次多重条件恰好对齐的意外。要注意，马王堆并不是唯一一具，后来湖北江陵一带也出土过保存状况良好的西汉遗体，同样属于尸尸，同样有深埋、密封、棺液这几项要素。这说明条件凑齐时确实可以重现，不是孤立。但把分母算进去，就知道比例有多低。中国历年发掘的汉代墓葬数量以万计，其中规格够高，有木椁与多重棺的贵族墓也有相当数量。最后能达到马王堆这种保存等级的，一只手数得完。这个比例不是工法的成功率，是几率事件的发生率。任何一项条件在2000年里失效一次，结果就归零。而2000年里可以出错的机会太多了，一次地下水位上升，一次地震错位，一次盗洞，一次白膏泥收缩开裂，全部前功尽弃。2号墓就是最近的反例，就在几十公尺外。第三个障碍是实验本身不可能执行，你不可能为了验证假说，把一具现代遗体按汉代规格埋下去，然后等2000年再开棺看结果。这个实验在设计上就完成不了。研究者能做的只有拿动物组织做加速老化试验，用高温高压去压缩时间，但加速老化不等于真实时间。2000年里缓慢进行的化学反应，矿物渗透与微生物演替，没办法用几个月的实验模拟出来，得到的数据只能当参考，不能当证明。第四个障碍最现实，它出土之后就开始变化，离开那个罐头环境的那一刻，氧气、光线、温湿度波动，空气里的微生物全部回来了。工作人员必须立刻介入，先注射防腐液稳住组织，后续再由专家团队研制专用的保存液配方，把遗体浸泡起来，放进恒温恒湿的低温环境长期维持。也就是说，现代科学连维持现状都要动用整套设备、持续的能源与人力投入，而汉代那套系统什么都不用，白白撑了2100年。这一点在同批出土的文物上得到反复验证。当年跟他一起出土的丝织品、漆器、帛画，在地下的时候颜色鲜艳完好，见光之后就开始褪色变脆，有些颜料层直接起翘脱落。保存单位后来必须为这批文物建立严格的温湿度、光照与展示时长规范，能公开展出的时间被压到很短，多数时候都收在库房里。同一个道理套在遗体上更严苛，它现在被安置在恒温、恒湿、避光、隔绝氧气的专用环境中，浸在特别配置的保存液里，靠设备与人力持续维持。这是一个必须永远付电费的方案。而它在地下那2100年，电费是0。把它跟埃及木乃伊放在一起看，差别会更清楚。埃及那条路线是主动的，工匠把脑组织从鼻腔取出，切开腹部，把内脏拿走，分别收进专用的罐子，遗体用天然碱覆盖，把水分彻底抽干，然后填入香料与树枝，再用长条亚麻布一层一层缠绕起来。整套流程要花上几十天，有明确的步骤，明确的分工，是一门有标准作业程序的专业手艺。原理很直接，没有水，微生物就无法作用，代价是遗体变成干瘪的皮包骨，皮肤硬化像皮革，内脏不在原位，体积大幅缩小。马王堆这条路线是被动的，没有取脑，没有掏内脏，没有脱水，没有树枝填充，遗体几乎维持原样入殓，用衣襟一层层裹起来，放进4层套棺，剩下的全部交给墓室结构去处理。原理也很直接，不是把水抽掉，而是把氧气、温度波动与微生物挡在外面，
代价是完全依赖环境，环境一失效，尸体就没了，结果的差异也就出来了。埃及木乃伊保存的是形状，马王堆保存的是组织。木乃伊的皮肤按下去不会回弹，关节不能活动，血管早就干成一条线，做不了任何注射。心椎的皮肤会回弹，关节能动，血管能注射。从医学研究价值来说，一具尸能提供的资讯量远远超过干尸。它的血型、动脉斑块、寄生虫卵、胆结石，最后一餐的内容，这些全是干尸给不出来的。从技术可靠度来说，埃及那套明显更稳。2000多年里做出来的木乃伊数以万计，大部分都留下来了。马王堆这套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，一个是可复制的低保真，一个是不可复制的高保真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工程哲学，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木乃伊到处都有，而尸极其罕见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变数，地理。埃及的先天条件本来就站在保存这一边，尼罗河两岸之外是沙漠，空气干燥，年降雨量极低，把尸体埋进热沙里，水分自然就被抽走。事实上，埃及最早的干尸是自然形成的，人工木乃伊技术是后来对这个自然现象的模仿与强化。长沙完全相反，湖南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，夏天高温多雨，地下水位高，土壤含水量大，是全世界最不利于尸体保存的环境之一。在这种地方，一具尸体正常情况下几个月就会分解殆尽，所以真正的落差在这里。埃及是顺着环境做，长沙是逆着环境做，顺着做，只要掌握流程就能稳定量产。逆著做等于要用人造结构把整个气候挡在外面。2000年，前者是公益，后者是赌博，而马王堆1号墓是这场赌博里极少数赢到底的一注。最后要把一个词讲清楚，不腐。不腐不等于没有变化，它的体重从推估的50公斤掉到出土时的 34.3 公斤，这中间流失的10几公斤就是2000年里实实在在发生的物质损失。皮肤颜色改变了，部分组织软化了，骨骼的钙质状态也和活体不同。所谓不腐，准确的说法是分解过程被压制到极低速率，而不是被完全停止。它不是被冻住，是被拖慢，慢到2000年只走完别人几个月的路。理解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它把整件事从神秘主义拉回物理与化学。这不是奇迹，是速率问题。任何一项条件松动，速率就会跳回正常值，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把2000年欠下的分解全部补完。那盘藕片就是示范，把账算到最后。1971年12月发现，1972年1月开挖，4月28日开棺，地下20公尺，4层套棺，5000公斤木炭，超过1公尺厚的白膏泥，一锅成分至今仍有争议的红色棺液。这些条件叠在一起，让一具西汉遗体维持了2100年的湿润状态，皮肤有弹性，关节能活动，血管能注射，内脏一件不缺。解剖从他体内取出138粒半甜瓜子，反推出他死在夏天，死在进食后3到4小时内，死于胆绞痛诱发的冠心病发作，年约50岁，身高154公分。而所谓防腐之谜，核心其实不是哪一项条件在起作用。密封做得好的汉墓很多，白膏泥用的厚的不少，棺液成分接近的也有，深埋20公尺的更是一大批。真正没有答案的是，为什么这些条件会在同一座墓里同时成立，又同时维持2000年不失效，而在别的墓里就是不行？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人能给出可验证的答案，因为验证它的唯一方法是再等2000年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把它重新放回一个人工维持的低温、恒湿、隔氧环境，用现代的设备、持续的电力与不间断的人力，去模仿那座墓在没有任何人照看的情况下白白做到的事。